过我们看到，我们还是要注意川普跟习近平今天晚上的谈话，他们的通电话到底要讲什么？不过在此之前，我们看到中国先出招了哦，他出什么招呢？他再度减持美国国债。7月份减少了257亿美元，持仓规模降到16年来的新低点。彭博社有讲啦，说今天晚上的通话哦，讲的是美中的元首通话。川普希望跟习近平达成什么呢 ？TikTok 的协议哦，这个东西哦，刚刚董哥也说过了哦，川普他蛮看重的哦。那到底有没有达成，会不会达成所谓买卖的协议呢？现在还不知道。不过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还有另外一个动作，它终止了对 Google 的反垄断调查，已经查了一阵子，现在突然喊停说我不调查了哦。可是他把矛头指向辉达。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哦，他们撤销了对 Google 的这个调查，现在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精力啊，调查的这个方向来到了辉达。哦，我们看到，当然最近辉达它的晶片哦，中国大陆已经讲了不买了 H20 哦。我们看到央视就说了，他们做了一则报道，他说我们阿里巴巴 AI 晶片啊，媲美你辉达的 H20。哦，所以是不是这样子呢？他们已经到了一个所谓晶片战的有一个成果的一个阶段哦。中国的算力大逆转，华为弯道碾压辉达哦。我们看到这是9月18号钜亨网的一个报道，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是不是科技力哦已经大幅的提升了呢？很多外媒也都在仔细的看，仔细的瞧。那另外我们看到军力的方面哦，美国的黑鹰直升机很不幸的又出事了哦。我们看到这是美国陆军华盛顿啊一架美军的这个陆军的 MH-60黑鹰直升机在路易斯麦克乔德联合基地附近坠毁，引发了大火。那当然很不幸啊，飞机上面有4个人生死不明，直升机。那我们就不禁联想到今年1月，美国的黑鹰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跟客机相撞。哦，那个也是很惨烈哦，也是世界大头条。所以到底美国出了什么事情？是这个交通管制有问题，还是武器的制造有问题呢？另外，我们看到阿富汗基地，美军前一阵子撤离阿富汗，那个时候啊，有点慌乱哦，有一点杂沓哦。你看到那个时候撤离的慌乱景象。那现在川普又说了，他想要讨回阿富汗的基地哦，美军的基地。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个地方非常接近中国的核武制造地哦，所以呢，过去美军在这个地方驻扎哦，叫做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他现在要把它讨回来，因为他们说距离中国大陆的制造核武的地点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那另外我们再看到呢，这个美国的盟友到底变得越多还是越少？大家相不相信美国哦？所谓的以美论，我们看到沙乌地啊找上了拥有核子武器的穆斯林国家，这是哪一国？巴基斯坦啊。所以我们看到呢，沙国跟巴基斯坦在17号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哦。这个条约呢是要反映出波斯湾国家对于美国作为安全保障的信任降低，所以他找上他的穆斯林兄弟哦。那唯一的就是巴基斯坦。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长春航展现在在对岸开幕了哦。那印度媒体呢开始在媒体上面大做文章哦，说是这个所谓的标风啦哦，其实是赢过中国大陆的战机。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个新闻，这是共军的歼20双座版亮相哦。那它是有引申加上协同的战力哦。那这是一款飞机哦，它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第一次双座版的亮相。那另外歼35A 的模型和系列飞弹同台亮相。这个都是发生在长春航空展里头哦，大家展示哦，媒体拍摄下来的画面。可是我刚刚说了，印度媒体哦，他就在这个时间点也做了非常全面的报道。那他们坚持说，标风是4代半的战机，不管是对地攻击还是侦察任务都很擅长。所以呢，比歼35A，也就是中国解放军的这个歼35A的五代隐形战机还更有用哦，因为他认为这个中国大陆的5代隐形战机现在没有实战的经验，这个也是在嘴巴上面大家互相有一番争论。来，先请教赖老师，歼10系也没有实战经验，那第一次实战的时候，
就把这个阵风战机 K 下2架啊，然后呢再把1架这个幻象啊也 K 下1架，然后另外2架据说可能是苏啊或者是米格啊等等。那也就是说，一个在过去被美国人或者说哎呀那个歼10C没有实战经验，一战就创造现代史中空战史中很少有的记录0-5，这很少有啊。那川普说是7-0啊，这个川普又加了2架，那到底有几架没有人知道啊，但是至少5架。那法国也承认了，他的阵风战机跟幻象战机确实被打下来，就是被没有实战经验，然后一鸣惊人的这个歼10C打下来。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歼35又比歼10C还要更先进、更隐身、更超视距啊。所以我觉得就让这个印度的主播去吹吧，啊，那吹完了，那到时候再来一次实战就知道了哈。好，那我回过头来讲一下，今天晚上啊9点，川普跟这个习近平要通电话了。是，川普是想得不得了。那我们要问啊，通电话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为了想要见面嘛。那预估应该是在于 APEC 之后，我的判断了哈。应该是在 APEC 之后，川普想到中国大陆去访问，正式的国事访问。那有人说是之前，我觉得之前的可能性较低，之后的可能性较高啊。那在 APEC 的时候的场边会，先来一个热身，接着就去那个正式的会议。这个模式跟普丁比较接近，普丁是先到上合啊，上天津的上合组织有个热身，接着就到北京去正式的一个会议了啊。那川普正式的到北京去做国事访问，如果以川普的立场来讲，就是解决目前所提出来的个别的一些问题，不管是 TDOG 啦、波音啦、稀土啦等等，或是美国的大豆啦等等这些个别的问题。可是我觉得，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的话，既然要进行国事访问，那就不是解决个别的问题，要解决的是中美的整体问题。中美的整体问题基本上分2大项，一个项目就是关税问题，关税问题要全面性解决。那这要怎么解决啊？那第二个，那就是美国的对于科技的禁止出口限制的问题，要全面性解决。所以我觉得这次谈话如果谈得很好，那就等于是11月初的这个正式的国事访问就铺路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谈得很好，那到11月初要正式访问的时候，这个双方的这个沟通那就要非常密集了，因为很多的东西，美国跟中国那么要的东西不一样嘛，那就彼此之间要把它谈妥。你可以想象彼此之间的来往要有多么的繁忙。可是问题就在于，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他就麻烦了，因为他不能够进中国，他是被这个制裁的一个对象。所以到底要怎么处理？是贝森特代替卢比奥来去做外交的工作，还是什么？我们也在观察这个要怎么去特别的安排啊。那另外有关于中国的晶片，中国的晶片其实我们在节目中有跟观众朋友有分析，只是我相信这个台积电的创始人他当初还说，哎呀，大陆落后台积电很多年了，但是看起来似乎他的评估太天真了他虽然年龄不小了哈，但是我觉得他的评估太天真了。为什么？因为大陆的技术、人才、资金都够，对于他来讲，最主要的就是时间了。可是很明显的，他的时间比当初台湾的评估，比美国，比很多所谓的专家的评估，他的时间都来得快，来得早。为什么？因为晶片这种东西一翻两瞪眼，也就是当你出来了，放到仪器一检测，这个数据马上就出来。这个数据这个不是你自己可以这么说的，因为它就是科学，它马上会告诉你它的演算速度、它的显卡、它的什么它的耗电量等等等等，全部的数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放出来2个一对比，也就是中国大陆的芯片跟黄仁勋的 H20一对比，就可以知道见真章了。目前来讲，看起来大陆的晶片本身已经比这个黄仁勋的特供版还要强大，那谁还买黄仁勋的特供版呢？
黄成基现在的麻烦是150万颗的特供版怎么办？是，来，苑老师怎么看？今天晚上9点钟的谈话，是大家都会预料到必然有4个议题会出现就是贸易底下的4个议题，稀土的问题不止民用也要军用，大豆的问题希望中国买4倍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有关于要买美国的飞机还有接下来最重要的议题就是有关 TikTok 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些都不是核心议题。我觉得今天晚上的电话能够要决定川普能不能够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核心议题就是台湾。台湾是核心议题，当然，因为国务院 AIT 里面直接讲了台湾地位未定论，这件事情不能不做反应。就上面来讲，就中间来讲，就底下老百姓来讲，都要看到，如果这个问题马马虎虎过去以后，那直接让川普来中国再谈，而且国务院没有做任何的改变，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大家要稍微了解一点，香山会议的时候，董军在香山会议里面讲的事情就是讲台湾。王毅的时候告诉卢比奥要谨言慎行然后的话呢，在这个他们在马德里谈判的时候，贝森特跟那个何立峰之间讲的问题，并没有专门谈这个贸易协商问题。大家一定要了解，台湾的的确确就是大陆的核心，而且中美之间的红线就是台湾的问题。至于说台湾问题一点都不可能会让的，这个是主权的问题，这个大家心里要了解。有关于华为的芯片，它分2类了升腾的是做 AI 的确实我必须坦白讲那个麒麟的话呢，做手机的，现在麒麟最近新的3代机麒麟2020出来了我们要强调一个事实，大陆在高科技，尤其是在做芯片上来讲的话呢，出其不意。原来的话呢，我坦白讲华为在做 AI 的时候，并没有比这个英伟达差到哪里去，但是因为被制裁的结果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在这几年赶上的过程的话呢，我觉得 AI 芯片当中，现在阿里巴巴也做，然后这个所有的，不信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你如果原来用百度的话，现在百度也全部用 AI 来回答问题，比以前进步的非常非常多。大家要了解，大陆是急起直追，那目前为止的话呢，华为在带头，但是毕竟是一家民营公司，效果不会那么好。那么我觉得另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想不到沙特跟巴基斯坦会有军事同盟，会搞出这种中东加南亚的这种好像北约性质的，你一个被打就代表我被打，那这个是一个对于整个世界投下了一颗极大的震撼弹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巴铁，那印度人讲说是我们这个93阅兵的时候，这个歼20S。这个歼35都在天空上飞过去的，表示已经装备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呢，这个歼10都不能够算是几代机算4代机吧。在这种情况之下，巴基斯坦用歼10打下了法国卖给印度最好的飞机的情况下，就是阵风或是标风。大家心里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有关于巴基斯坦的装备，我觉得巴基斯坦作为一个核弹大国，倒不是重点。因为说核弹大国基本上不能拿用，但是沙特目前看到了以色列对于卡达这样子的攻击的话，他心里不会想一下吗？对大家沙特是故意做这个动作给美国看的，他不敢直接买大陆武器，但是他先跟巴基斯坦签了约，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有军事上的交流，有军事上的交换是指日可待，一点都不会让人惊讶。这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中东对美国态度出现了很大的转变。那中国的话呢，本身在面对这种转变的时候，他当然是乐观其成对不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是一个大消息，我们要稍微注意。对，来请教董哥。其实看待中国大陆的问题你不能不谈，它最强的就是民族主义它整个推动它整个社会活力或者军事或者凝聚力都是靠这个为主那这个为什么？因为中国100年来受到的屈辱，让人民非常有感，所以这一次的93。他那个那些军备武器的那个展示，其实对中国大陆振奋人心，对全世界来讲，大家都瞠目以对原来这么强那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那这鼓舞大家看了这2天，其实最大的新闻，比如说今天最大的新闻是什么？就是辉达投资了英特尔对不对？大家看了怎么投资那么多怎么样？可是辉达他前天才被中国大陆认为说。你的晶片我通通不用，为什么？这个跟民族主义有关大家记得7月美国商业部长卢克尼特他怎么讲？
他说我们不卖最好的武器给他们呐、他说他们买的不是第2好的，也不是第3好的，他们买的是第4好的然后对不对？就是他们的效能跟美国企业在用的差很多啊，这是他接受访问所讲的。那他还继续讲啊，他说要恢复这个 H20这个晶片他说这个我们希望中国持续用这种排名第4的产品，让他们继续离不开美国的技术。老实讲，作为一个人我可以被你这样羞辱吗？我干嘛继续用啊？对不对？所以黄仁勋觉得说，我穿中国的服装，讲中国的话，到那边，可是你是美国人啊，美国人的代表，在国际的媒体公开这样讲啊，你们把烂的东西卖给我们，还要我们依赖你，那作为一个人总要有点，你人都要有三分土性嘛，对不对？各位朋友，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个刚刚好，把黄仁勋一脚把他踢开，不需要嘛，因为我们其实知道他这些年来的进步，只是台湾这些独派、这些青鸟不知道，我们很清楚啊。那清楚他的进步，知道他要怎么做，但他对国际、对世界上，他并没有说我侵略的野心呐。大家看，为什么这样讲？今天的外交杂志啊，美国那个他有一篇他说现在美国这些人，川普周遭这些人，他们根本不懂中国嘛。你一直用说他好像要侵略世界性。没有一个地方被他占领啊，没有一个地方被他侵略啊。那大家看，川普今天为什么讲阿富汗？阿富汗这个巴格拉姆这块地我要讨回来，这个空军基地，这空军基地的跑道3600公尺，算很不得了。为什么？可以载轰炸机，那大型的运输机，那可以这样。所以川普说，我们那边的碉堡什么都是最好的水泥钢筋下去做的。他为什么说讨回来？因为阿富汗被美国占领20年。那等于说美国在这里扶持了一个傀儡政府，那时候的反抗军，游击队，他就是神学士啊，所以两边一直在缠斗20年，美国输了，美国输了，拜托神学士说我们要撤了，我们阿富汗我们还你，但是我们在撤的时候要上飞机，不要偷偷来打我们，大家记得那一幕嘛，那川普现在大言不惭说我要讨回来，你根本过去是跟人家占领嘛，你就是侵略者，那大家看了这一幕就知道说，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美国就是我不给你超越，而且我高人一等，我占了便宜，我要奚落你，你用的是第4等，而且你要依赖我，那这个情何以堪嘛？所以你知道，今天川普跟中国大陆在谈的时候，川普觉得说中国大陆好像很多东西它可以挟持，但是现在已经时不我宜了，所以他们自己要认清楚啊。是我们再回到香山论坛这里来看看，说到日本侵华的这一段史实，我们看到场上有一番争辩，我们来听听看。9·18事变的94周年，日本应该如何反思历史 I think that a majority of Japanese people, of course, know that the history, what really happened in the 80 years back. And also but I'm not an expert on the history, and so my comment is not directly only on that history things. We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at. Doing something wrong is doing something wrong. Japan was wrong. Like, we need to admit the mistake. 好，你看到的说话的是日本防卫研究所的一名算是研究人员增田雅之，另外回应给他的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教授达卫你也可以看到呢，当然必须讲这个9·18这件事情对中国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很难忘记就是必须要牢牢记住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包括最近有很多电影出来了，这一部电影据说创下了很多的记录。它的电影名称叫做《恶灵附身》，它是关于731部队的电影。大家知道这是发生什么事情吗？在1931年到1945年日军侵华期间，他组建的是一个细菌战的部队。那当然里头非常残忍的一些状况跟一些情节。可是这个片子它上映之后立刻打破了据说是中国大陆电影的记录而且这个票房非常的高，创下首映日总场次
单日总场次的记录哦。所以我们来看看，包括其他国家像是韩国，他现在对于美国的态度看起来有转变，包括韩国的新任的总理李在明啊，他就讲了，他说我们如果在美方狮子大开口的状况之下，我全盘接受，我早就被弹劾了呀。他是接受《时代》杂志的访问，你看到以他为封面他的标题大大的写着 The Bridge 讲的是中美之间的桥梁。他里头细细的说到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美国提出来，如果我同意，我会被弹劾，我怎么可以牺牲国家的利益呢？所以我要求美方谈判团队提出合理的替代方案所以李在明更进一步的阐述说，我跟美国站在一起，可是我不抗中在新的全球秩序以美国为中心的供应链里头，我们会和美国站在一起，可是我们也要处理好跟中国的关系，避免对中国发生对抗这是李在明很清楚的阐述他未来的外交上面的一个政策跟方向。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包括当然很多学者都有做一些阐述这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叫陈向阳他说因为有现实的考量，所以李在明呢重提要当中美之间的桥梁就是《时代》杂志的封面的这个标题。那我们也看到韩国的比较左翼的媒体他是这样讲，他说韩国的亲美势力正在出卖国家这个是韩国的泛左翼媒体叫做韩民族日报他以出卖韩国的帝国模范生为题作为标题来讲说，他也在批判韩国部分亲美势力依赖的外部力量操纵国内的事务，制造分裂，束缚了韩国进步派政府的手脚。那当然有很多的讨论，可是如果我们讲到电影或是影视作品的话台湾人应该都很这个了解清楚这个他知名度在台湾很高的全智贤，最近他有一部电影，有一部影视作品叫做《暴风圈》现在正在宣传。可是呢，中国大陆网友说我要抵制这部作品，为什么呢？大家看一下这是影片里面的一句台词作为女主角的全智贤，她说为什么中国会偏好战争呢？所以这个中国网友就去某种程度出征啦说这个是对中国形象的污名化跟现实不符合所以要加强限韩令就是某种程度对他们的政府也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要求。来请教赖老师。对了，因为这个台词是跟现实不符合嘛，因为我们都知道二战以后哪一些国家发动的战争次数最多？其实中国大陆没有一次主动发动战争，都是一个自卫反击战麦克阿瑟想要越过鸭绿江、图们江打到中国大陆，大陆当然出兵去协助这个朝鲜嘛，那是被迫出兵。印度的问题也是嘛，印度要翻越边界要攻击中国，中国当然要出兵嘛。所以事实上二战以后中国大陆而且中国大陆事实上把印度打败以后，并没有把有争议的地区就据为己有中国还是恢复有争议的地区，还是恢复它原来的样子。也就是说大陆更愿意用谈判的方法来永久的解决有争议的地方，而不是我用武力已经占领了。事实上中国大陆已经早就拿下来了。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历史事实要弄清楚，韩国人编这样的剧，我觉得很明显的就是故意把历史事实扭转了，这是不对的而且真的要讲好战，其实美国跟西方国家最好战。二次大战以后到现在，美国跟欧洲的国家发动多少侵略性的战争？打阿富汗侵略，因为911不是阿富汗政府干的是宾拉登干的。宾拉登是美国扶持的一个组织圣战组织是美国封给他圣战封号然后不是阿富汗政府去打美国美国就把阿富汗政府消灭了不是海山没有核生化武器，鲍威尔做一个假的东西就把海山抓了杀了。利比亚没有去侵犯别的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就把人家的格达费抓起来就杀掉了。我觉得好战的，其实韩国这个编剧是很 low 的，很差劲的这是题外话。日本这个学者是睁眼说瞎话，因为日本从二战以后到现在，他们的教科书里面把他们的侵略亚洲、侵略中国、韩国的历史都洗掉了。所以日本人故意去遗忘，但是受害者不会忘记。
那你侵略者、你加害者，你故意去遗忘，就代表你不认错、你不道歉、你不会反省、你不会忏悔。那被受害者不会忘记的话，等到下次再爆发冲突的时候，新仇加旧恨，那日本人会觉得说：“哎呦，我们为什么会被打得这么惨？”那就是因为你从来不肯去记历史。德国人他知道他们犯了什么错，所以他们下跪认错道歉赔偿。他们设立很庞大的基金，对于他们当初的受害者，他们给予赔偿。日本呢？日本不但没有赔偿，还想要占领钓鱼岛。坦白说，这是很可恶的事情呢。日本到现在对于他非法占领的土地，他还有妄想，这很可恶的。对于台湾还有念头，这个日本的极右翼对台湾还有痴心妄想，这是极为可恶的事情。我觉得日本的学者到今天为止还是不肯认错、道歉、忏悔。这坦白说，一个读书人读成这个样子，良心何在啊？读书人的道德何在啊？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关于731部队这件事情很神秘，我们台湾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可是拍成了电影，老师有看过，苑老师。对，我跟大家强调一下，昨天918我特别感到这个机会，9点18分播放这个电影的首映会。在这个播看首映会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它是严格执行18岁以下的人不能够看啊。那么我觉得呢，这个是发生在整个是1945年，那个时候日本基本上已经美国开始进行东京大轰炸的时候，美国进行东京大轰炸之后，是要把整个大和民族通通扫到历史的灰烬当中啊。那日本人喊出来就是玉碎1亿啊，也要呼应啊！我算了一下，日本当时就是1亿人啊，就是通通都不要活了。在这种疯狂的情况下的话呢，有日本的生化学家，也是军方的话呢，他们就采用细菌战。这个细菌战采用的过程当中是最不人道的。我跟你讲，最可怜的人，因为他做了几件违反人道主义的事情。第一个，他是活体实验，抓健康的活人来做实验，里面包含孕妇哦。里面包含孕妇，里面演的有孕妇啊，有什么的啊，身体非常健康的人的话，用活体实验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它是用一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你觉得痒。我们身体怎么会觉得痒？跳蚤啊，然后这样睡在一起。然后呢，另外的话呢，让你如何的觉得这个细菌感染最可怕，就是鼠疫。所以他培养这2种细菌，然后呢，透过血液的方式进到人身上。里面当中有一个镜头啊，据说也是历史事实啊，就是有一个人知道这种情况下，就是抓住实在活不了，就对着一个守卫，一个日本人咬一下日本人当中，把手一伸出来，旁边一个人拿出武士刀就把他手切下来啊，那个场面的话，真的啊，大家都吓了一跳啊。然后那个第3点的话呢，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国际化的事实，因为它要对抗的是盟军里面对抗的是白种人啊、黄种人啊、满族人啊、蒙古人啊，那当然汉族人啊，我觉得也有一些东南亚人，反正都把这些人很无辜的人呢，记住啊，以前我看南京照相馆的时候，南京大屠杀的故事，以及看到东京岛的时候，都会感觉到日本人很残忍，有事情，但是从来没有想到他坏到这种程度，居然用这种方法做人体的活用。那他是不愿意承认的，因为他发生的时间不长，而且实际上的用处也不大。这个所以他们不愿意承认的这一段历史被拍成了这个不愿意承认的原因，就说明了日本人自己人都搞不清楚了。我讲良心话了，所以说这个731在大陆播放的时候，很多这个日本的日侨学校的人都是不能讲日文，不能公开讲日文，大家这个仇恨真的蛮深的。是，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来看看南韩有一些转变，对于美国透过这个杂志的访问，来请教董哥。南韩大家可以看到李在明那时候去跟川普谈得很愉快，可是回去因为川普提出了那个要求，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3500亿美元，然后如果你拿来做投资，你就是送上来投资的话，赚的钱跟日本一样，90%归美国，那你10%。李在明说：“我要承认的话，那我就是卖国贼，我一定被弹劾啊！”其实韩国人是有些古迹啊，你知道日本的鸠山由纪夫去韩国的时候他在首尔，他看到了那种日本的侵略，他当场下跪。最近网络上有在传说，
鸠山由纪夫前首相去南京下跪那是错的，那其实是在跪首尔的。那我讲这个就当然鸠山他至少还对过去的战争侵略然后那种残暴还有道歉过，但他没有对中国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观众朋友，美国对我们的关税到底要课多少，现在都还不知道，还没有揭晓。可是我们的农业部部长陈俊记已经率领了这样子的一个贸易访问团到美国去大买特买，买了一大堆东西，大概是3000亿。台币的大单买什么呢？包括黄豆啦、玉米啦、小麦，还有牛肉总额大概是100亿美元，合台币就是3000亿嘛那说是我们要展现双边合作的新高度，可是观众朋友，是不是这也是关税谈判中的一环呢？代价之一呢？只是政府都没有告诉我们。台湾下了大单，美国小麦的期货立刻翻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农民欢欣鼓舞，可是我们呢，台湾呢？来看看莱尔校长怎么说。法币上市的关税条件，我们还能再谈一下吗？这事我都听您的。那要看看你的诚意了。好的，你上次的条件还不过要不我再花3000亿台币买您4年的农产品，就当交个朋友嘛。这是我全部的积蓄了，不然真的要卖到命了。还行，还剩一条内裤。好，美国跟我们的关税谈判都是黑箱，我们的政府不告诉我们谈到哪里了，我们要付出多少代价常常就是这样挤一点，像是挤牙膏一样。可是我们对美国人言听计从，美国对台湾好吗？我们先来看看华邮的一篇报道说，川普为了美中中美的贸易协议，还有川习会，拒绝批准我们本来应该给我们的121亿元的军援，注意是军援，军事援助他把它给卡住了，把它给 hold 住了。知情人士说，这项援助包含了弹药，还有无人机杀伤力比以往对台湾的军援更强那里头的报道还说到川普觉得你台湾很有钱你应该跟以色列一样，或者是跟欧洲国家一样，自己掏出银子去买，怎么会要我们支援呢？不过我们来看看这个新闻报道之后，白宫有声明稿，他说对台湾的军援的决定还没有最终定案。可是观众朋友，全球的领袖大概都看出来川普在玩哪一出所谓的川普的 tackle 会软弱嘛？台湾是不是还搞不清楚呢？在川普的眼里，没有什么不能妥协与交易的，只要符合美国甚至是川普他个人的利益，都不是他会设身处地的深思熟虑的。换句话说，如果他跟习近平今天晚上通了话，他跟习近平见了面，美中贸易有任何的障碍，他可以轻易牺牲任何人更何况是所谓小小的台湾。我们来看看新加坡的国防部部长陈振声18号在北京的香山论坛有一番发言，我们来听听看。Small states cannot afford to take sides, or as the Chinese says, 选边站就是靠边站，靠边站就得选边站。好，你看到新加坡的这个国防部部长他中英文并陈，告诉大家，小国承受不起选边站队，绝对不能成为他国的代理人。这句话听在台湾人的耳里恐怕更有滋味。那我们再来看看呢，包括战争到底离我们近还是远现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执政党告诉我们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来看看波兰人波兰的军事预备部队的学生教大家1分钟之内应对无人机的 SOP 因为大家知道呢，这个俄罗斯跟白俄罗斯之前不是有一个所谓的演习吗？波兰其实或是北约国家非常的紧张，所以他们有各种的居安思危的举措。可是看看我们台湾都没有有没有国外从基本到进阶的保命 SOP 呢？我们最基本的观念都没有所以这个在 PTT 上面有一些人有这样子的一个讨论不过我们来看看所谓抗中保台的最前锋黑熊学院，他们在网络上面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 QA 包括说飞弹打到我家建筑物一定会倒吗？
哦，那这个黑熊学院的回应是说，因为乌克兰呢、它有很多建筑不是钢筋水泥，所以飞弹一到一打过来就立刻灰飞烟灭。可是台湾不一样，我们是钢筋水泥，意思是说飞弹打来不会造成楼层立刻倒下。所以他讲这样子，我们应该要放心，还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反应啊？来，董哥，其实可以大家都可以看到黑熊学院就时不时就会闹出一些笑话。但我先讲陈进济我们农业部长，他其实只是我们对美采购的一环。那接下来更可怕的是怎么样？美国的关税全免那全免对台湾的，尤其农产品还有传统产业，一定都不可收拾的就是说，因为你完全没办法去应付这个。过去我在跑新闻曾经碰到了美国的火鸡肉要进来，农民都抗争成这样了。台湾有多少人在吃火鸡肉？一点点吧，对不对？除了嘉义那边有火鸡肉饭，其他根本就很少。可是那时候都已经抗争成这样了，现在你完全没办法抗争了，毫不抵抗。所以你可以看到陈进济他这个做法，当然表示我们政府的诚意可是没有用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关税到底是怎么样的进度，完全不知道。一直说我们就在谈都往好的发展，讲得很好听，没有那大家看到了这个面目都很清楚，其实要做更多的牺牲。可是你牺牲了，他有满意吗？我们其他不讲，光看最近送到立法院的预算，我们的国防预算9495亿，这是破天荒的对不对？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的已经达我们 GDP 的3.32大家都很清楚。那比去年的多多少呢？多了1768亿就是大家可以看1768亿是什么概念？我们的光这个金额的成长了22.9%，这个买武器成长22.9%是什么概念？大家想想看。那赖清德还告诉我们，2030年要达到5%，我们是采取北约的方式。大家你只要看，这些都是要跟美国买武器的钱呢。我们宁愿去跟美国买武器，我们也不愿给我们的军队加薪水。就是法律都编了要给他加薪水，我就是不加，因为我要买武器。所以你做出这些动作，已经让人家发现了你已经不晓得自己讨好美国已经到了怎么样的嘴脸。好，那大家都很清楚吧？川普对中国大陆，就像刚所讲的，你可以看到总统有个今年的钱是国会通过了，他可以批。过去拜登也批过很多次，就今年就是给你的。那跟经购是不一样，我刚讲的是经购，今年川普把它卡住了。你知道北京做了什么回复吗？北京把富国银行那个毛成业刚刚才把它放走，我把它放走了，那个是涉及了一个诈欺洗钱的一个美国公民在中国大陆被抓起来，我给你13亿，你也给我13亿，那这个在代表什么？代表双方大家都觉得说我们应该往这个善意方向走。大家看了那个 TikTok， 前几天谈判都已经美国政府决定让他继续留在美国，因为对川普个人有好处嘛。他年轻选票就是靠这个来的嘛。那你可以看到大家过去所讲的两方面要好像真的要大干一场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个迹象川普碰到比他更硬的时候。那他的chicken out个性又出来了，是不是这样？是啊，那台湾势必成为一个棋子，不用讲其实今天大家看到的情况最不利的就是我们大家都忐忑不安。各国你即使被美国怎么欺负怎么要求关税，至少我们知道我们被他要求什么。台湾是不知道，全世界做生意最可怕的就不知道，因为我不确定不确定，那我下来要怎么去因应？这个不确定对台湾来讲情何以堪，对不对？所以你今天看到了，我们只知道关税20%，下面还有哪一些东西不知道。那这个还是叠加的关税所以各位朋友千万不要相信赖政府，赖政府一直奉献，美国根本无感，他觉得不够，我就继续给更多。那我们前面的台积电给了，现在又去买了他农产品，他显然还没有什么满意，没有什么动静所以你看到了。当你表现的这种态度，就跟川普的个性完全相反。你越软弱，他也看不起你；你越强硬，他就会退缩了。这就跟美国谈判的技巧嘛。是，赖老师。
美国的关税已经开始走了，是已经开始实施了。那美国这边的海关的资料页已经出来了，就是9月、10月以后，他们的船越来越少，因为受到关税的影响。对，那也就是说，美国的厂商给的订单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关税已经出问题了。那现在川普又说半导体看起来跟药品要再加25%的关税，台湾是半导体产品大量的出口的一个地方，那未来怎么办？所以关税已经高了，然后未来的半导体的关税还有25%，我们的厂商目前来讲陷入一种迷惘，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未来，政府从来不告诉你，不透明，然后我们只听到的就是到底关税问题解决了没有？没有。然后到底未来该怎么走？政府能不能明确的告诉你？没有。但是现在听到的就是你的国防经费要增加，因为川普要求你的国防经费增加。那现在赖清德说我们的国防经费会增加到 GDP 的3%，甚至到3.5%。我们看到法国在昨天的上百万的人都走上街头了，几乎全面性大罢工。我女儿在巴黎，她看到了好多的政报警察都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军费在调高，而他们的经济状况并不好，而美国的关税已经在启动了。那因此，他们的人民愤怒、生气，说为什么经济生活过成这样，你还要调高军费？而我们台湾却静悄悄，而法国人民已经受不了了，然后台湾的老百姓还安安静静的，这很奇特。另外，李在明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我不能够像日本那样，因为我不能够出卖我的国家利益。我如果出卖我的国家利益，我是会被弹劾的。所以那3500亿美元，我不可能丢给美国人，然后让他继续使用，因为这个是我的国家利益的问题。好，可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要买这个，要买那个。现在又听到说你要花3000多亿台币。”你要4年内向美国买这么多的农产品，我们台湾2300万人吞得下吗？我们的胃口就这么的大，可是你要买3000多亿，等于是1年平均下来800-900亿美元，800-900亿新台币。你要向美国大量的进口这些东西，你的仓库能不能储存？我们的台湾的人民每一年能消耗这么的多吗？我们的台湾的农民该怎么办？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任何回答。然后我们未来台湾到底农业、人民、政府的支出，那未来如果真的半导体都开始被搬走了，是因为川普的态度很简单嘛，全部厂迁到我美国来，凤凰城、华航都直飞了。那为什么要直飞？为什么华航敢直飞？因为有商机了嘛。对。为什么要直飞？因为有商机。为什么会有商机？因为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的高收入的工程师到凤凰城去工作了。要往返，要往返嘛，他的家人在台湾嘛，所以他往返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们看到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的，他们安安静静的、静悄悄的开始在迁了，一点一点在迁了。台湾可能越来越空了。然后我们的半导体产业陆陆续续的都移过去了，美国越来越壮大了，台湾越来越小了。因为贝森特也好，努特尼克雷也好，他说我们现在跟台湾签一个大单，这个大单是你想象不到的大单，那也就是复制一个新竹科学园区。请问一下，如何能复制？那就是迁走嘛。那也就是说，美国有了科学园区，叫做在凤凰城的科学园区，而我们台湾的科学园区可能慢慢的就消失了。我们现在也看到了，这个黄仁勋向英特尔下了大订单了，投资50亿美元以上啊，造成台积电开始跌了。为什么？他要养大英特尔，因为川普现在要台积电把他的高技术的先进制程的这些技术要移转到英特尔，都移转过去以后，英特尔投下去了。平衡了，这个黄仁勋的英伟达不会完全依赖台积电了，因为它也有另外一个英特尔可以跟台积电竞争了，它可以两边谈价钱，谈对它最好的价钱。但是把英特尔养大的明眼人，台积电的资深的工程师都说情况并不理想哦。如果再这样养大的话，以后的英伟达就可以击败台积电，要不就是台积电全部都搬到美国去，台湾空了。所以我觉得您在这个节目里面引用的这个
坡的国防部部长他讲的，我觉得真的对台湾很有启示。这个启示就是两强之间啊，你应该要维持两个好的关系啊，而不是倒向一边。你完全倒向一边，你就任美国人宰割。是，来苑老师，我在台湾生，台湾长，老老实实读书，现在在当教授。我从来不知道台湾这么有钱，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来到这边的话呢，自行惭愧，变成很穷的人。台大教授，我自己觉得收入很低，很穷。但是我今天上午跟方文革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他提到有关于川普搁置了台湾的军事援助的时候，他说你们台湾的话呢，根本不需要美国的援助，你们太有钱了，你们应该买。我就跟他讲，你知不知道赖清德的支持的群众，屋顶被吹走以后换帆布啊？我跟你讲，帆布当屋顶，非洲都不如啊！说句良心话，台湾的贫富差距大到不得了啊！开口闭口就是台积电，就是电脑人才，就是半导体人才，什么黄仁勋啊、苏之峰，他们的钱是出去美国才赚到的，台湾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啊！事实上，台湾的有钱人都把钱转走了。大家要了解台湾怎么可以这样子乱买武器呢？什么搞到 GDP 3.2%，然后到了2030年的时候要达到5%，我们的 GDP 只有10%才做全民的预算呢，一半拿来买武器，这不开玩笑吗？现在大家都是女生抢着当兵啊，男生都不敢当兵啊，为什么？不当白不当啊，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另外啊，有的时候我觉得说。台湾并不有钱啊，说实在话，台湾穷人很多啊，莫忘天下苦人多啊。你一定要了解啊，你要买这种东西的时候啊，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台湾变成富得流油啊，就是连外国人的犹太人，他不但是讲我们自己根本不要军事援助，他还直接讲说以色列非常需要美国提供武器啊，大量的。那当然的，废话，以色列叫美国提供武器，美国敢不提供吗？对吧？大家要搞清楚啊！我们这个节目目的是为了要让大家了解国际局势啊，不是让大家就是感觉上好像出一口怨气一样。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让大家基本上都活不下去了。如果你一半的钱全部拿来买武器，那个武器本身有没有用？你这边讲到了那个波兰的情况下啊，说要面对无人机啊，我跟你讲，我最近看了大陆好几场无人机展览，全世界无人机最发达最强，然后察打两用一体，军用民用最强的是哪里？大家都知道啊。我到了93阅兵里面去看到无人机里面大大小小一大堆啊，你就要了解啊，你要知道台湾买这些武器管啥用，你自己心里要有数。我觉得新加坡的外交部长讲得非常好，他说小国大国里面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说什么呢？因为台湾就不是一个国家，如果台湾是个国家的话，他讲的有用。台湾因为不是一个国家，所以说的话呢，在选边站的过程当中，台湾全部做这种奇怪的选择，这种奇怪的选择，我不晓得该怎么样解释了。是，的确我们现在台湾正处在一个非常很诡谲这个非常很险的一个情境里头，大家真的要好好的想一想那仔细的听看听。